各位首长，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。刚才我们已经截获，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。可以实话告诉大家，我们虽然没有屏蔽信号，但是对固定方向的信息传递采取了措施，所以大家不必再做无用功。这小子真有一套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别做无用功，你偏不信。信号怎么样？报告长官，目标清晰。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，保持跟踪。是。行动。是。开始入侵目标系统。我们电抗分队发起行动的目标单位是集团军电子对抗旅，行动的目标点是他们正在组织的一次对抗演练，演习课题是切入他们演练的线上频段，然后以裁判的身份宣布成绩。报告，干扰分队已顺利完成对电子对抗旅2支演练分队的入侵。收到，准备归队。是。切入远程火力打击系统。远程火力系统与我们指挥系统的连接，基本上是由我们的集训学员完成的。我们已经向炮兵部队的首长做了汇报，只做演示过程。但是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随时可以完成目标打击。郭子健，到。有个临时的任务，你马上执行。是。怎么样？有困难吗？困难肯定有，我们的特战分队不在指定区域。那就往指定区域赶一赶。我们也不能光看你安排好的科目啊。是，我马上发布命令，切换特战分队。是。特战分队到。任务有变，具体任务内容随后会以密电的方式传递于你。接收命令之后，立即展开行动。是。无人机分队到，全力配合特战分队，开始行动。是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临时任务，今天首长们都在，这郭子健可别掉链子呀，别丢了咱们396旅的人。
江司令。没想到吧？哎，这么大个首长，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！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。咱们的高级将领也具有同样的胆识。随着部队训练实战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进入训练一线的高级将领一定会越来越多。报告，2号机已经进入打击地域，保持平稳状态，等候命令。是。同志们辛苦了！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今天冒险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军里的大比武，我也是拿过冠军的。郭子健，到。刚才你的无人机表现不错，打掉了我前后2辆车。不过，这是演示。如果是实战，以这样的速度，你们还能够打得下来吗？报告首长，这个科目就是为您预留的，您请坐。好。北华，你的主场你来。这样。无人机目标靶行进中适当射击，开始。是。练习这么多天，就为了现在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真是没想到啊，这江司令员这么大老远跑来，亲自给他郭子健站台。说什么呢？人家司令员不是在给郭子健站台，人家是在给心智战斗力站台。下一步，谁要是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，谁就能保持领先。可惜啊，这个人不是你，时也，命也。别瞎感慨了，要怪我自己，没有一开始在心智战斗力上下足功夫。你以为我是在为你感慨啊？要点脸行吗？什么意思？非要我把话说透啊？你觉得你对得起索夫旅长吗？是，我是辜负了他的信任。哎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想想，如果现在在台上演示科目的人是你江上强，那过几天，咱们旅的旅长，是不是基本上就锁定是索夫旅长了？啊？但是现在这个人换成了郭子健，那这变数可就大了。不是，杨旅长不是要调走了吗？那索夫旅长升任旅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？你刚才不也说了吗？谁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，谁就能大步领先。那你想啊，如果是你抓住了，那一直培养你，这将来也会继续培养你的人是谁啊？嗯？我本来也以为，这郭子健还有别的问题，会影响他控制集训队，但没想到这江司令员亲临现场来坐镇，这以后的戏还怎么唱啊？行了，时间到了，该回去开会了。同志们，说句大实话，我是真的感慨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的如此之快，在运动中
就能通过无线传播收看到集训队的科目演示。我的手机号码一报出，很快就通过卫星锁定车辆，并将信号快速转向无人机和直升机。我的车队以这么快的速度行驶，无人机都能精确地打击前后车辆，并通过直升机以及我们的特战骨干把车辆逼停。这就是先进科技的作用。今天的惊喜还远不止如此，侦察分队光天化日之下就能完成弹药库的侦察，电抗分队居然就选择电子对抗旅的对抗演练现场下手。再有就是远火的配合，空中突击的精准，时间不长，但内容以及课题的设计程度，比我们组织一次大的演习还要丰富，还要精彩。所以我说，心智力量战斗力的合成应该抓，而且必须抓。当然，今天的演示利用的是我们很多单位的和平机密，如果放到战时，也许一个都不能得逞。但是，他们的演示思路以及思维空间，远超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。仅此一点，就让我江安民佩服。好了，我就说这么多。下面是你们集团军御风营、飓风营的命名大会，我就不越俎代庖了。谢谢同志们。根据陆军及战区的统一部署，我宣布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集团军命令：起立！自即日起，授予396旅随身一营代号“御风营”，营长由郭子健同志担任。大家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我们搞的这个新制作战力量擂台赛，动静很大呀，连总部的特战队都招来了。有人说，擂台打完了，擂主也选出来了，给个说法吧。集团军研究之后，决定给一个说法。本来擂主就是396旅合成2营的单位，所以我们决定授予396旅合成2营一个代号，叫飓风营。现在我宣布，营长由姜胜强同志担任。同志们都看到了，咱们合成1营、2营的代号，中间都带个“风”字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他们是乘着中国军队改革发展的东风，携着中国陆军战无不胜的雄风，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，曾经涌现过红色尖刀连、硬骨头6连这些优秀基层单位。首长给你们起了这2个响亮的名字，就是希望你们成为前进路上新的标杆。同志们，大风起兮，祝我们的御风营、飓风营旗开得胜，风生水起。梁参谋，
么？郭营长眼里只能看到梁参谋啊？不用解释，我懂。你们先聊，我撤了。你不要理他。梁参谋，答应你的我已经做到了，你是不是也得履行你的承诺3天前，研究所已经同意延长借调时间了，因为我知道御风营营长非你莫属。那合作愉快。郭营长，合作愉快。子健，这几年，中国陆军合成之路捷报频传，你我有目共睹。我肩上的压力大，你身上的责任一样大。我们一定要挺起来，立得住。这也是首长机关给咱们战区所有的合成营打的样。您放心，我们一营一定把这个样打好。哎，一般开门红之后就是当头一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御风营迎来的这一棒会拍在你们哪里啊？我觉得可能处处都会挨棒。别老给我叫苦啊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经集团军党委研究并报请陆军批准，许灵军同志会担任396旅的旅长，命令很快就会下达。那太好了，许处长对新制力量的理解很有见地，今后我们的工作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。对啊，而且你们俩不陌生，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，多沟通多交流。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我一定努力。你都已经坐了3个小时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想安静一会儿。这支钢笔是小军爷爷留给你的那支吧？嗯。我让他老人家失望了。老索，就算没当上这个旅长，你都已经尽力了。我觉得，小军爷爷在天之灵也应该瞑目了。可能是前一段时间集训队太累了，晚上睡不着，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。我没事。我听说，上面准备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去任职。有可能。老索，当不当这个旅长，真的不重要。嗯，我知道。小军爷爷不也说过吗？当旅长，他就是个目标，不是目的。爸爸说过这样的话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放心吧，日芳，我知道怎么面对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明儿还得上班呢，早点歇着吧。行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嗯，别忘了喝水。好。我先去睡了。
爸爸。这么晚了不睡觉，有事吗？爸，您别难过，您永远是我心里最厉害的老爸。就算您没当上旅长，将来您一定是旅长的老爸。我觉得啊，我将来一定是个将军的老爸。一定。好小子，有志气，加油！你也加油。哎呀，这两天看资料，我眼睛都快看瞎了。各个部队、院校的尖子都削尖了脑袋想往咱们这钻。哎，先看看这个陆军工程大学大数据工程硕士，还有这个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战环境工程硕士，跟咱们御风营都是对口的。还有这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对抗技术研究生，反正我告诉你，这里面全是藏龙卧虎，你自己慢慢挑啊。我还以为我是后浪，这一看，连我都要拍死在沙滩上。我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。咱们御风营啊，是首长点名成立的样板营，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想进来。你是营长，人员的编制方面，你有绝对的话语权。谢谢旅长支持。给你提点建议。选拔新人的时候啊，不要只看学历，有很多他们学历很高，但是呢，刚出了校门就入营门，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历练，也没有经历过基层的磨练，所思所学所想都还停留在学术圈。很多人想进御风营啊，是因为这里更容易出成果，想为日后的职称评定增加砝码。对于这一类只想拿御风营当跳板的人，我们要坚决的说不。明白？我还是更倾向于沿用老队伍。老队伍的作战经验丰富。给你提一点建议啊。对于某些人啊，就是个人技战术观念薄弱的同志，也不能一味的包容。毕竟咱们御风营是整个集团军未来改革的方向。不合格的，坚决裁掉。我相信你会做到客观公正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连长，别看了，过来打会儿。你小子怎么回事？不会有人打了。这新来的装备不好好研究，能弄明白吗？你还用学吗？摸两把就会了。回头我教你，来吧。行，玩你球得了，别打扰我啊。我听说营长过几天要裁掉几个连，不会有咱们？也不是全裁，但人员精简是必须的。那叫吐故纳新。我听说啊，各处报名的高手如云，光简历啊都把咱们营长的办公室堆满了。这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说会不会影响到咱们？这进了御风营啊，就像考了重点高中，一只脚迈入清华北大了，这谁不想去啊？哎呀，我可考不上清华北大呀。连长谦虚了啊，您还用考吗？保送。就是连长，一块打会儿吧。就是吧，来吧，连长。来啊，连长，来。关于人员编制的名单，总体上我没有大的意见，我只提一点，您请指示。你想沿用一营的老队伍，这一点我能理解，毕竟大家在一起已经磨合了这么长时间了。但是，御风营不是一营，我们既要纳新，也要吐故，明白吗？对于一些年龄偏大、学历不高、能力有限的，该淘汰咱们还得淘汰。不好意思，索夫旅长，我没听明白您说的是谁。我倒不是具体针对哪一个人，我只是说这种现象。我希望以后啊，咱们御风营的人，所有官兵，都仰仗自己的个人能力，而不是自立。御风营
以后不能养兵油子。我这越听越不明白了。别说是御风营，就是以前的一营，也没有兵油子。怎么没有啊？李松伟之前还跟别的连长打过架呢，劣迹斑斑呐。而且现在，他手底下的见习排长，有的都有硕士学位，你说他能服众吗？索副旅长，我向您保证，李松伟绝对不是兵油子。而且打架那事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一连作为一营的尖刀连，李松伟作为连长是功不可没的。而且他一直非常努力的在提升自己。我没有说他不努力，但是要进御风营，努力是不够的。李松伟的上限，我能想得到，我能看得到。他在老一营当个连长没问题，合格的，称职的。但你现在一营变成御风营了，那么一连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升级改造啊？在新的标准的情况下，他就有差距了，他的能力就不够了。当然了，我重申一下，我不是针对李松伟本人，我只是说这个事情，这个现象。明白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于一些理论基础薄弱的同志，后期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培训课程，尽快帮助提高。您看这样行吗？你把我御风营当成培训班了，郭子健同志，我问你，谁能保证战争明天不会爆发？啊，你到那个时候临时培训上阵，来得及吗？这种情况就说明他没有资格进入御风营啊！我还告诉你，不光是御风营，将来飓风营，我同样的要求。我知道你们私下感情很好，关系很密切，但是部队建设上不能感情用事啊！我没有感情用事，也希望索副旅长不要因为自己的个人成见而影响判断。什么个人成见？我对谁有个人成见？我是对御风营负责。对不起，首长，我说错话了，向您道歉。既然御风营把选拔人才的权利交给我，希望首长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意见，相信我的判断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就不经夸呀？我刚夸完你几天，说你稳重成熟了，那懂得控制自己情绪，你今天又闹哪一出啊？是我想跟他闹吗？他既然说李松伟是兵油子，李松伟当初打架也是因为我把他调去当营参谋，负责监督大家，不就因为没按他说的给人处分吗？他到现在还记这个事儿。你说这话就有毛病，就不客观。我怎么不客观了？我承认，索副旅长说这话确实是有点重了。但是你真觉得人说这话一丁点道理都没有吗？郭子健，我和李松伟认识10几年了，我们俩认识的时间比你长，感情比你更深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这资格说这公道话。御风营连长的职务就这么几个，可以说是万里挑一，一丁点都不为过。你真觉得李松伟是我们现有人选中最拔尖的那一个吗？我不跟你聊这些，你就想想，李松伟为一营的建设付出了多少？一营有什么难事他都冲在第一个，包括这次集训队，把他调来保证队给我打下手，人也毫无怨言啊。现在御风营成立了，你让我把他踢出去，我还是人吗？你让李松伟怎么想？让全营官兵怎么看？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知道，你重感情，重情义。可是我也想问问你，郭子健，如果有一天
我们上了战场，我们的敌人会跟我们讲感情、讲情谊吗？我不想说这些，说多了，我自己心里面也难受。御风营是集团军，作为改革的试点，改革就意味着推陈出新，优胜劣汰。我们是军人，军人这2个字意味着就是牺牲，各种各样形式的牺牲，在我心里面，我都觉得是最光荣的。我也想好好问问你，如果有一天，真的有一个人比你郭子健更适合御风营营长这个职务，你会怎么办？李松伟，你吃错药了吧？退出御风营，你又哪根筋搭错了？营长，我这个岁数，如果连个主官都干不了，那干了还有什么劲呢？可要真说争这个主官，说实话，我有心无力。前些天你跟江司令员他们演练的那些科目，我一个都插不上手。别说插手，有时候就是看都费劲。没关系，不懂就问，不懂就学。学还学不会吗？我给你时间。这些天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，那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，人家那学历个顶个的高，外语说的嘎嘎溜。那这文凭只是其中一部分，也不能光看这个呀。可是营长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组建的是全军头一支新制作战营，这标准跟以前的不一样了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这5根手指头还要缠短呢，人也一样。你虽然学历不高，可这10几年的经验，是一张文凭能比得了吗？可是人家那些兵不光有学历，经验也不比我少，那才是你需要的兵。如果因为我让这个营的成色减了质量，你过不去，我更过不去。我可不当这个狗当兵。可现在一营变成了御风营了，你往哪儿退？难不成你要转业？李松伟，你疯了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！营长，起来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出去。行，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我不同意。营长，教导人给女兵们专门划分了营房的位置，我刚才去看过了，都安排得很妥当。啊，还有那个御风营成立大会的事情，也基本安排得差不多了。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？是。我觉得不是。
你为什么会自我怀疑呢？你身上具备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有的所有素质，而且这个素质是经过首长们考验的。是因为李松伟吗？我知道李松伟不是一营步兵连长的最佳人选，可是让他走，我做不到。对于这个事情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你，因为取和舍本来就是很难的。但是我可以确定一点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大家都会相信你，支持你。我也一样。那我走了。营长，你对我的照顾，我都明白。可我不能当拖大家后腿的人呐。你可从来没拖过大家后腿。有你这话就够了。我不是小孩儿，也没赌气。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。即便不参加御风营，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把你调到别的单位。你之前不还想去机关当参谋吗？我可以找旅长商量，没必要非要转业嘛。你也说那是以前。说真的，以前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能升职，怎么能尽快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回来。可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想清楚了，与其在部队这么不疼不痒的待着，还不如早点回家，趁着年龄还不算大，还能重新开始。你等再过2年，岁数又大了，啥都耽误了。可你真的舍得脱下这身军装吗？舍不得，不过也是时候了。我可不能当军改的绊脚石啊！哎呦，营长，你就抱上去吧。嘿，营长，这磨磨唧唧可不是你风格啊！我李松伟也不是墨迹人，那做事绝不拖泥带水。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？这马上就要到转业干部的报批时间了。你这报告一批，我回家立马就能考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是回到地方，那也照样能干出个样来，绝不给咱军人丢脸。还是那句话，必须的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说。成立御风营有你的一份功劳，你必须要参加完
御风营创立大会才能走。营长，谢谢。要有意思。